作为一款小丑的产品呢，不仅有造型炫酷的机械臂，还有整整7个各不相同的造型替换头，这放到现在不就妥妥的科幻片吗？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鲨鱼。最近呢，因为过年的原因啊，回到了老家这边，那没有拍摄设备，手边也没有新玩具呢，就很难给大家做一些视频了。那好在呢，我也是翻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老产品啊，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吧。借着这个机会，那现在大家面前看到的这款，就是由 PA 改在2017年出品的一个野村哲也设计的小丑。常玩游戏的玩家呢，应该非常不陌生这个名字。野村哲也呢，他就是最终幻想系列的人物设计师，给最终幻想的很多作品呢都做过人物设计。那 Playas 改呢，应该也是跟他合作了3到4款产品啊，有蝙蝠侠、猫女、小丑和小丑女，都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作品。当然，我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这款小丑了。那今天就给大家一起看看啊。包装盒是整体非常大一个，并且用了这种开窗啊，其实这种日系都喜欢用这种开窗。其实在这个价位的产品呢，我个人倾向给它一个翻盖啊。不过野村哲也的风格它比较炫酷啊，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开窗的角落呢，有这么一个比较缤纷的小丑的图案啊，其实还是很好看的。底下呢是产品信息以及这个品牌名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背面还写了个原创故事啊，基本就是蝙蝠侠消失了，然后小丑把其他反派都干掉了，不拉不拉的，倒是也没什么好说的。首先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大小吧。其实 PA 改这个比例呢特别的奇怪啊。我拿出一个正常的 Marvel Legends 的谢尔维给你们做一下对比，你一看就知道了。它这个比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实际上还是挺难受的，不太好搭配。你说它大吧，但是它还没到 HT 那种标准的1:6大小啊，就很怪。那先来看一下这个玩具本体的造型啊，机械臂我们等会儿再讲。先来看一下这个素体整体的构建，其实是比较规整的漫画造型小丑。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呢，它是做了一些赛博化的处理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马甲呢做成了一个类似于有荧光夹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裤子呢，它整体选用的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漫画里的那种造型啊，一个有条纹的裤子。在配色方面，除了它这个荧光绿的马甲的条纹以及它这个晕染的紫色阴影，其实整体的配色还是比较内敛的。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手套有一些细节，包括它这个皮鞋，你可以看到做了一个这种弯头的这样一个尖头皮鞋，并且上面有一个鳄鱼皮这样的材质纹理吧，看起来就挺有质感的，处理的也不错。背后它有一个用来接那个支架的插口啊，还是挺明显的。不过因为它这个造型有点赛博风啊，所以无所谓了。整个这个燕尾服的后面呢，用了一种材质拼接呀。有2个关节，其实还是这种鳄鱼皮的纹理，不过我确实很喜欢，因为确实很有那种黑帮老大或者是游戏里那种幕后 boss 的这种服装会有的这种纹理吧，也挺接近这个野村哲也他个人的这个表达风格的。那接下来还是聚焦于它这个产品的最大卖点，也就是它这7个不同的头雕。这个默认头呢，我给它放的是一个类似于最终幻想某角色的这样一个头雕啊，可以看到这个个人风格还是十分明显的。颜值比较高，也是日系一贯的，喜欢把这个人物做的比较年轻啊。你可以看到面胶的风格还是很硬朗的，眼睛采用了这样一种无瞳的设计啊，其实也比较符合漫画角色的这种特质吧。整体看着就是很帅嘛，这个头给人的感觉，脸两边还有血痕啊。除了作为一个这种帅气的装饰的意义呢，它这个血痕还跟后面的一个头雕有点呼应的感觉。总体来说，确实是造型非常帅的这么一个游戏 CG 风格的头雕。那这第2个头雕呢，可以当做是刚才这个头雕的延伸啊。你可以看到它也有这个红色的线条在脸颊两边，并且发型呢都保持了2个尖角。话说这个尖角其实从上面看有点 TAS 那味道啊，也是小丑的一个头发的特征了。你可以看到，不管是白瞳啊，还是眉毛的形状，以及这个面部的这个走向，其实有点像是从第1个头雕演变过来的，就有点像游戏里那种多阶段的 BOSS 吧。头雕的形象本身呢，比较接近于那种吸血鬼的感觉啊，不过也有点狮身人的这种状态吧。不过这个造型看上去有几分英气啊，一看就不是小弟。嘴巴这里呢还有一个开合关节啊，看起来是有点杀气的，而且这个牙龈做的也是挺可怕的。头雕的嘴呢略有一点歪，不知道是不是中奖，不过热吹风呢倒是可以调整。第3个头雕是我个人觉得最接近原始状态下小丑的这样一个头雕啊。整个头雕的风格呢虽然还是略有一些日系游戏的那种感觉，不过从这个造型本身你还是能一眼看出来比较接近阿卡姆疯人院的这个建模风格，感觉算得上是 PA 改这家厂商以及这个日系游戏制作人对美系游戏的这样一个致敬吧。
面胶整体呢稍微有些扁平啊，并且可以看到风格不是很对称。不过这个发际线的处理呢，就和这个阿卡姆疯人院版本的那个 M 角发际线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整体呢，带有一点那个影子吧。这玩意儿算是我这套里最喜欢的一个替换头了，因为这个替换头看起来实在是太缤纷了，对吧？那这个替换头可以看作是刚才那个阿卡姆替换头的一个衍生吧，因为它里边的建模和这个发型可以看出来，其实是用了一个铜模改的。上面这个金色、紫色、绿色、红色非常多的颜色的这种涂装，而且呢涂的都非常精细啊。转到背面呢，也有把这个绑在头上的绑带给做出来，还是比较讲求现实的。这个头应该算得上是我在这7个头里边最喜欢的一个，因为确实非常的华丽，也像是小丑原著里可能会掏出来的面具。讲到这儿已经有点记不起这是第几个替换头了，反正是这么一个西部造型的替换头吧，有点牛仔的风格，帽子上也是延续了本体这种鳄鱼皮的纹理啊。整体采用了这么一个面罩兜住了整个脸啊，你可以看到它看不到眼睛，然后它的头的后方呢，它是有一个球形外向关节的，你可以摆动这个飘带啊，向各个方向。飘带上也做了一种这个旧化的处理啊，整体的质感和效果都不错。接下来这个头啊，红头罩，这个红头罩其实不用多说啊，但是跟以往不一样，它这次做了一个裂开的设计。你可以看到，从红头罩的顶端一直到前面有一个这样弧度的裂痕呢。实际上你翻到背面来，还挺接近这个传统的这个红头罩的胶囊造型的。正面呢，就是用裂痕的肌理勾勒出这样一个笑容啊，其实还挺帅的，撕裂开来的，这样辨识度也更高了。7个头雕配合这个机械臂，你就摆吧，基本上你就想摆什么摆什么都能摆出来。这个玩具的互动性还是不错的，只不过这个互动体验不是很舒适。第7个头呢，又给你来了个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于老头的这么一个脸啊，就有点像那种日系生化危机游戏里幕后黑手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像某个公司的高层得了什么疾病啊，然后维持生命这样一个状态。在此基础上呢，还给了你一个托护的脖套啊，放在上面呢，就有一种很病症的感觉。除了刚才提到的7个头雕呢，那这个机械臂肯定也是这款产品的一个重点啊。它上面是用一个 H 型的装位和主体进行一个连接，连接上去之后呢，还是比较牢固的，就这样子一摁就可以了。机械臂装上之后呢，才算是这个产品的完全体啊，跟它这个身上的未来元素有点呼应吧。装上机械臂之后，整个产品的尺寸还是比较震撼的啊。左右2个机械臂呢，又各分出3个小的分支啊，当然前面呢它是有关节的，你可以朝各个方向调整。虽然它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液压杆的这个联动啊，但是它做出了一些分色涂装和细节，而且还挺锐利的，演示一下可动性吧。不过其实 PA 改呢还是比较主打造型的。头部呢其实是比较随意的，其实每个头都大差不差，因为它这个脖子3段关节，而且非常的长。手臂呢就没有所谓的蝴蝶关节了，然后前后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平举差不多就是90度。手肘单关节啊，保持这个造型的完整性，90度呢动起来也不是很穿帮，还行吧。忘了提一嘴，就是整个产品全身上下都是齿轮关节啊。不过我也说过了，它这个齿轮的虚位其实挺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调整起来不太方便。你看胸腰的活动范围还是挺大的，因为衣服整体其实就是一个软胶，它里边是这个关节轴啊，有点类似于 Marvel Legends 的这个折叠关节，得益于它这个关节设计，它后仰也有一定的幅度啊。其实整个上半身的可动性不能说很好了，但绝对也是够用的程度，中规中矩吧。来到裆部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丑爷这个没钱修裤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裆部有一个很大的缝隙啊，那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软胶套子呢去遮挡一下，不过它还是会跑回来。腿部前踢的范围呢是非常大的，膝盖也是齿轮双关节，动起来之后呢，整体还是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幅度。那脚腕呢也是各个方向，鞋尖呢它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关节啊，就是这么一个斜切的旋转关节，有一定的接地作用吧，不过有点诡异。也来演示一下这个机械臂的可动，你看到有转轴和齿轮的地方呢，基本都能动。只不过这个关节的松紧度啊，包括它这个支撑力度，基本上就跟开玩笑一样，非常的松。机械臂跟主体一样啊，用到的基本都是齿轮关节，不过有1-2个没用到齿轮关节的这个转轴，基本上就已经松的跟那个大风车一样。到这里呢，正常的产品可能就介绍的差不多了。然而这款产品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卖点啊，就是它的这个机械臂是可以变形的。为了方便操作呢，我还是把它给拔下来给大家演示啊。当然了，本款产品并不是什么变形金刚啊，所以它这个变形的手感和这个步骤就很生硬了。首先把这个肩部的盖板呢往后推啊，另一边呢也是一样，
接着呢，把两边的盖板往中间做一些结合，利用这个齿轮关节结合好之后呢，把上方的2个把手朝侧面打开形成一个这样推手的感觉。机械臂的关节呢就朝前面大概摆出这样一个椅子的形状。接下来就是整理一下这几个机械臂。当两边的这个机械臂跟卡扣结合之后呢，从底部把这个轮椅的轮子给翻出来，然后把这个爪子的末端呢做一些简单的调整。中间的机械臂呢打平，然后朝后面做一个结合，把嵌在手臂内侧的这个小零件拿下来，然后重新呢横向的卡回去。另外一只镜像操作之后呢，将两边的卡扣进行一个结合。你变完形单独看这玩意儿呢，也就是从轮廓上能大概看出来是个椅子。你说它科技感强吧，那也行。但是这个配件如果你配合主体放在一起呢，那就不错了。它这个老人头雕就是主要搭配这个轮椅的，你把小丑呢摆出这么一副纤弱的这个状态再配合上它这个老弱病残头雕是吧，坐在这个轮椅上，好像就那种黑心企业家临了的得癌症了，然后想霍霍别人那种状态。东西的造型和呈现都没什么问题，本体和这个机械臂变形的椅子结合起来之后呢，看起来也更有那种即视感了。不过这个造型状态下呢，就有点过于缺少这个小丑的辨识度了。其实应该配合他出的另一款小丑女会好一点，不过那款呢之后我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吧。配件呢放到最后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就这么点东西。这款产品呢，其实我觉得是小丑的相关可动人偶里边比较值得收藏并且也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款。丰富的头雕包含了小丑在漫画中诸多的致敬元素，并且这个整体的可玩性和造型展示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改的其实是比较权威的，既没有损失掉小丑本来的这个特色呢，同时也没有太陷入到这种刻板的印象里边去限制这个题材的发挥。不像某些品牌这个小丑相关的这个魔改产品呢，就只能全涂成大紫和大绿色的。我觉得如果你特别喜欢小丑并且对这个产品的造型非常的对得上电波的话呢，这款产品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收藏。因为 UP 主本人近期哮喘频发的一个缘故呢，这个音调听起来可能会比较的奇怪，希望各位观众不要介意。OK， 喜欢我的内容呢，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与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All right, and always remember, that's life.